以后，大家会发现你的对抗路上面很难一线打通，但是你在发育路的抗压上面越来越难做了。这也是 LGD NBW 目前面临的问题，就要看一下两支队伍谁能够更快的去解决这件事情，帮助自己在今天拿到第3轮的首胜了。双方的第一小局，蓝色方是苏州快手，红色方是杭州 LGD NBW。上来快手搬的是关羽啊。因为上一次小罗拿关羽的时候，这个兵甲殿5个还是记忆犹新的。包括他这么搬的话，我怎么觉得张良这个英雄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抢手的英雄啊。这盘是没有搬的，两边搬的全都是这种能扛能打的战士型英雄。没错。杨戬、狂铁都上班了，空空儿、邵思源、张良乾坤都在外边。那快手是比较喜欢直接拿空空儿的。鬼手献花，那他这一盘有可能会配到裴行虎，但是裴行虎的好搭档狂铁不见了，对吧？上班了。看 LGD NBW 这边怎么想，他红四方3楼的 counter 位可以尝试给中单，看情况出一手海诺。前面的话，他大司命要不要直接出？可以公孙离大司命。想拆个公孙离。绝望挥剑，选择了凯。逝者为凯。也保留了一手邵思源的可能性，3楼也有可能是个邵思源。看一下快手，之前的话有过的情况就是，如果你不高位给句号拿英雄，2轮搬位，对手会直接给他搬干净。就看今天他们 BP 优先级会不会调了。但是对面一手凯预防了一手老虎的出现，直接纳可露露，直接纳可露露，这么高位，这个确实很高位。他之前一般都是在后手4、5楼这样出一手纳可露露，现在是蓝四方高位出。对的，首先我觉得他自信的点就在于纳可露露是目前句号2战2胜的英雄，而且画面感极强。但是像你刚刚说到高位出，他的弱点就在于对面一定会去打你前期的一个野区发育节奏。LGD NBW 目前可以把中辅这2个点做强。如果能拿到中路线优于对手的且辅助是像比如说苏烈啊这种进攻辅的话，就可以尝试去打纳克路的野区了。这盘快手把对抗路很早就出了，出的是达摩。那小罗这边就拿了一手曹操来应对，还可以防一手纳克路。没错。2轮的班位 ，LGD NBW 搬的是一些对线好打公孙离的英雄苍和戈亚，而快手搬掉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前期能够去增强 LGD NBW 进攻状态的英雄。苏烈搬的挺好，邵思源也搬掉了，朵利亚也防了一手，怕双大凯。LGD NBW 的最后一手班位给的是小乔，既保了一手凯，也保了一手公孙离。不过看到3个位置，其实给到小九的优先级都很高啊，都是为了他在公孙离在搬的。其实这盘为公孙离做团战的输入环境做的挺多的。没错。再来一手太乙增加容错，因为对面达摩和纳可露露团都是打这种高爆发秒杀能力的英雄啊。给今天首次在 LGD NBW 首发的黎明留了一手红四方5楼的 counter 位。没错。他可以看情况要不要补海诺。毕竟海诺没有上班，看快手这边了，射手对位，他如果拿守约的话，其实我感觉 LGD NBW 有想到，你拿守约，你这个真人就很拖，他也没有搬这手守约，他就是明着给你，快手也接了这手牌，那再补一手中线比较强的沈梦溪，打沈梦溪的英雄火舞现在还在，包括嫦娥，都是可以去卡住沈梦溪的，甚至海月。不过海月这个点，它在这一把的功能当中，有点像是等对面进攻打拆火的英雄，因为他先手感觉这把不是很好拉。先手把空空儿带走也行。对，那也可以，就是看一下到时候他们整体局内的节奏如何了。不过确实，海月这个英雄可以去抢到一些节奏。他们选择的这个中单是具备强开能力的，就比如说我要打你这波资源团。我海月只要闪现进去留人了，这波团你就必须要跟我打了，要不然你就卖一个人，对吧？快手这边的双核，一个守约，一个纳克哥都是前期G7是发育的，但 LGD NBW 不是啊，他一个公孙离，一个凯，在对位上的话都是要在前中期拿优势的一种，所以他要尽可能把这手海月的定战场能力给发挥出来。那你觉得 LGD NBW 他有可能会去做这种前期中下的换线吗？就让公孙离抢完第一波中线，然后带着太乙直接转边去拿资源这样的方式。
还是就是一个常规的开线？正常开感觉都可以。正常的去走一个节奏，然后凯配合上海月的话，一起过中的能力也是有的。快手的话，其实今天感觉到很高位的就给句号拿到了野合英雄啊。在快手之前，也就是第3轮的这个比赛当中，他们赢下的3小局当中，有一把句号拿的就是纳可罗鲁，然后剩下的2把，一把是杨戬，一把是静。你会发现野合的一个出场的效果是很好的。对的。这也是目前他2战2胜的英雄，而快手的话，他们前期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一个中辅去支撑一下河道视野的强度，然后让纳可露露这个英雄要尽快的刷起来。在这一点上的话，我觉得今天的中轴对抗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因为黎明的话呢，这其实是他差不多快时隔1年再回到 KPL 的赛场上面了，因为他的上一次登场是在去年的年总。当时突围赛，他在长沙滔搏，然后输给了当时他的老东家武汉赛 Pro。然后包括这个黎明和子阳之间的话呢，他们也有彼此搭档的一个这个背景在，因为当时24年春季赛的时候，当时青龙休息的那段时间，黎明是上场打的首发，然后当时和子阳一起搭档打了28小局比赛，在一下。没错，但是今天黎明上场一上来这个强度就比较高啊 ，S 而且他要对到的流浪，我觉得是目前中单位置上面从数据就能反映出来能力很强的一名选手，因为他从分军经济到击杀参与率、场均击杀所有的位置，包括一血次数都排在前3。这个还流浪的话，他的一个在这个赛季目前的发挥啊，被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做了一个评分，他的总分是达到了90分，是全位置的第1名。很高，就有一个细节就在于流浪，刚刚我们的很多数据维度发现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嘛，对吧？一血啊或者伤害啊，击杀参与率，在这个基础上面，他的场均补刀还是中单位置的第1。就你想，你中单大家设想一下，你乱走，然后要去走这个节奏的过程当中，你还不漏兵，我觉得这个基本功能反映出来，就这名选手他是很扎实的。是的。来看一下双方今天的这一场比赛 ，LGD 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轮换能不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对于2支队伍来说的话呢，这一场比赛都事关着他们还有没有保留去竞争到胜者组的一个可能性。第1小局，蓝色方苏州快手，红色方杭州 LGD NBW， 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潇洒。在现场，那么这一局比赛的话呢，马上就要开始，是杭州 LGD NBW 对阵到苏州快手的第1小局啊，来看一下双方进入比赛后的一个分线。常规对线，并没有出现换线。双方的辅助都是来中路帮忙抢线，海月这边抢的会非常快。是的。初心荣耀。初心荣耀。上路的话，达摩是用血换了一波线权。沈梦溪直接要被打残了，达摩还好过来是拆了波火。然后在蓝区这个位置，这波碰撞小洛的闪现没打了出来。那对于快手来讲很赚。这波对抗本来是小洛准备逼一波流浪的闪现。但是因为萝卜的达摩过来拆火了，导致了小洛自己的闪现掉了。其实并没有准备真的能杀掉，其实杀不掉了，就想逼个技能，但没有想到是自己的技能掉了。空间之灵也随之没有办法争夺了。这对于快手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而且这样流浪的节奏和句号的发育节奏都不会受到影响。看到本局的实时预测上面，3位嘉宾看好都是苏州快手。小白熊带人进到了红区，好像被那个守约的眼睛看到了。妖刀的视野放的是比较不错的，因为他这么放才能避免自己在下路抗压的时候突然被4个或3个直接越塔。没错。守约抗压的话有这点好处，有一个提前量，他可以提前跑路。借来一用。现在看到的是 LGD NBW 小洛的一个第一视角。手部特写，上路的一个位置要打小洛没闪的这个阶段，流浪直接上来配合上萝卜，消耗的非常不错，而且221踩在差一下闪现过去丢个1技能，
第一滴血，流浪拿但到，是时间耽误的有点久，流浪肯定是走不了了。而且他自己是没有闪现的。这个位置的话，这个黎明完成了这个击败。小仔怎么连助攻都没蹭到？他2级游走招没有升，怪不得呢，没有光环效果，然后他也没有碰到神梦溪。3期撤。这样双方是个1换1，快手开局对于小洛的针对还是挺到位的。这也是说到的很多队伍打到 LGD NBW 都会采取的做法。因为在杭州 LGD NBW 这个赛季赢的26局当中啊，其中小洛只有1局是在低于自己10分钟经济均值的情况之下获胜了。他赢的25局，小洛的经济在10分钟都是高于自己10分钟的经济均值的。那比较这一局极端前期死掉1次的话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上路看到黎明是把人选择带进去了，但是这个纳克露露是完全不害怕的。他是肉刀，没错，出来了以后反杀大招直接回头反做交闪现，走不掉。句号拿到这个击杀，然后回头再来一个1技能接平 A，2连击破把小白熊也带走。这才3分40秒，这个纳可露露就已经双杀到手，且已经8级了，不到4分钟啊！而且这其实，在他发生这一波团战之前，他的对位经济就已经领先了好几百了。对，这波打完了以后，直接领先了快将近1000。 4分钟之前，句号靠着自己的一个发育规划就已经领先了对位，同时他在上路被开的情况之下收获一波双杀，没错，这真的是帮纳克路提速了。而且这样会使得句号他在这一整局纳克露露成型的过程当中，目前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甚至我觉得现在凯进他的野去反野都有点不现实了，会被这个纳克露露反打的。纳克露露的暗影战斧都已经做出来了。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波团，这一波应该是快手有个提前量，海月应该是被动拉的。海月是一个人在上路过线，对，他不是一个主动的开团，是为了拖延时间，然后被动选择大招把他带进去。他不拉他的血量会更低，但是队友呢在赶过来的过程当中直接被蹲了。被萝卜蹲了，他这个达摩做的非常不错。上路再抓一手小洛，这把的战场全在对抗路。对面3个人过来，空空儿大招再一挂，小洛这个位置非常的艰难，但是队友帮他做了波拆火，还是撤退了。这样对抗路吸引了足够多的注意力之后，那边百里守卫发育的也很舒服。而且在中路的一个位置上面，妖刀点的相当不错，点到了残血。怎么感觉这才5分钟 ，LGD NBW 就有点疲于防守了？看到在前4分钟的成伤占比上面，小洛一个人达到27%呀，都在抓他。萝卜这个位置要走了，但又没有配合特别好，达摩反打了，反打闪现跟过去，套了一个复活，小九这个位置丝血逃走。那你制作塔推不了了，而纳克路把下线运过去之后，直接进到了凯的野区搜刮资源了。这个纳克路的发育要无敌了，感觉。没人在乎句号的纳克露露吗？其实不是的，是他们根本无暇顾及句号的纳克露露。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打他们想要的团。感觉整体的节奏都对于 LGD NBW 来说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快手就是很自在。但快手的阵容明显不是一个前期特别强的阵容啊。没错。但是他就是利用自己强势的点，连成了线，然后打出了一定的优势，加速了这手纳克露的发育。他先是通过流浪往上支援了一波，把小洛杀掉了1次。还有就是萝卜这边，我觉得他今天整体在对抗强度上面做的是相当不错的，目前为止。句号基本上每一波来对抗路都能有一定的一个收益啊。句号这么刷下去，他10分钟是肯定能够超过自己的场均10分钟均值的。他在高于10分钟获胜经济均值的胜率是达到了81.8%。更何况这一把他的一个分均经济已经相当之高了，因为7分钟的时间他已经6000经济了。对。而且小洛还是被压的一侧，小洛现在的经济只有4300。在野区又打起来了。但是这波海月也是个脱节位啊，队友是完全接不了的。他好像交闪过来留的人，但是有点强行了，队友这个时候开个奔狼要过来接，
落地之后，纳克鲁鲁先行后撤，句号撤离完之后，看一下什么这个位置，流浪点进去，把黎明这个位置打到了丝血。后方再看一下萝卜配上妖刀做了一波留人，把小白熊给留下。看流浪还在后方干扰，是的，差一点。走位躲了一下这个一技能的雷，但是整体的局势现在已经完全向快手一边倒，已经脱离了 LGD NBW 的掌控了。快手的双核，百里守约那边的话就是纯粹自己发育了。纳克路的话，以战养战已经起来了。没错，纳克鲁鲁6700啊，他现在经济护手做完，估计要直接裸破军了。看到这一把流浪，哎，哪儿也不去，就是中路上路，中路上路，这样子转。对，他这儿快手他们其实这把没有做太多多余的动作，就是中上中上这样转。就是对抗路把 LGD NBW 打崩了。没错。看这个红 buff， 纳克路已经过来了。妖刀是提前做了但那边破晓，先开了萝卜，萝卜可能会死啊，交了个闪现，极限跑了。拉扯开了。但是红 buff 是反到了。妖刀这把也是个提速的出装，先做的破晓。这样在10分钟龙团上面，快手现在是伤害非常高的一个阶段。现在8分半，句号已经达到了自己在获胜场次下10分钟的一个经济均值，已经超过了7381，8分半的时间。没错，这把只会更高。对，他这把的经济真的要跟时间赛跑了，1分钟1000差不多。而反观小洛这边，这把肯定是达不到了。萝卜这边被蹲了，一手大招自保，开但是苍穹。小仔是闪现过去，想要去追萝卜，这一技能过墙，然后子阳大招帮忙分割一下，但是没有能够卡住，小友跟过去收掉萝卜。LGD NVW 上一波打防守红 buff 的时候，就想着放红 buff 抓一波达摩，但那波没成功，是把达摩闪现逼出来了。那这一波就成功的抓了一个吊点来缓解一下野区的压力了。没错，核心位置得赶紧发育一波，把线悠一下。黎明的站位是卡着，让小九去带掉远边线，然后看能不能抓到人。而快手也非常的聪明，因为他们前面的这个蓝区已经进过了，所以有这个野区的刷新时间。句号又进了一波，把蓝 buff 反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所聊到的句号，他的实时经济目前有8400，而在他胜场的状态当中，10分钟的一个平均经济是7300，高了7381。刚刚我们说了嘛，8分半的时间他就已经超过这个值了。这把得超1000多了，差不多。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快手的胜率是在82%的。看一下小仔的一个位置，想要去蹲，然后正面的话，流浪是先盖了一个大招，把状态压一下，一技能丢的也相当不错，然后侧面先去找了一下小洛，把小洛的位置找出来了。但是 LGD 就是想拼龙，但小白熊的血量拼龙，状态比小白熊低，而且萝卜进场，当然直接把人给踹掉，踹出了一手复活。这边的话，句号拿到了龙，可以直接做追击了，打进去被公孙离推开，但是无伤大雅。流浪已经拿到一手2连击破，甚至把小九也带走，拿到手3连绝手，回头再慢慢处理小洛就可以了。句号拿到封王秘鲁侧面，妖刀也传来捷报，苏州快手10分钟打掉对面一波团灭。中路想一波呀，有机会最快复活也要14秒的一个时间，而且会是野辅。中路有兵线，只有10分钟刚出头的一个时间，但是快手这一局闪电战推掉水晶，让我们恭喜苏州快手，相当恐怖的一种节奏啊！这也太顺了，后期阵容前期优了。主要是在于快手他们这套阵容明明不是一个前期好像大家理所